大家好，我是大叔阿斗。鸡肉别再焯水了，今天给您分享一个能完美保留鸡肉鲜味的方法。用这样方法做出的鸡肉，不腥不老也不柴，原汁原味，特别美味。今天准备了一只老母鸡，这是我舅舅从老家带来的，自己家养的下蛋鸡，正儿八经的土鸡，去毛后足足6斤重。大家可以看看颜色和爪子是不是不一样呢？我们先把鸡头和鸡屁股切下来，再打开肚子，里面的内脏都在，厚厚的鸡油是金黄色的，还有不少未成熟的鸡蛋。清理完内脏后，鸡胸腔靠近脖子这一块还发现了很多吃进去没多久还没有消化的玉米。这么大一只鸡肯定是一顿吃不完的，我们分一半烧鸡肉，另外一半用来炖鸡汤。至于鸡肚子里面的鸡肝和未成熟的鸡蛋，我们放入一个碗中备用，等会儿也要一起烧熟。用来烧的半只鸡，我们先用砍刀剁成大块。这个鸡比较大，剁起来还是需要一点力气的，不像小母鸡，剁起来手起刀落，像切豆腐一样轻松。全部切好后，我们放入一个大盘中，我们先把鸡肉处理一下，朝鸡肉中加入一些面粉，然后用手把鸡块抓匀，尽量让每块鸡肉都能均匀地裹上面粉。面粉有非常好的去污和吸附的能力。我们抓匀后，再倒入清水，用手抓洗一会儿。抓洗完成后，我们再用流动的清水把鸡肉彻底的冲洗干净。洗净后的鸡肉，我们要沥干表面的水分，然后开始腌制。我们把沥干水分的鸡肉重新放入一个干净的大盘中，加入一点胡椒粉，加入适量的料酒，再加入适量的生抽，最后加入几片生姜片，然后用洗净的手用力的抓拌均匀，让鸡肉充分的吸收调料的味道。我们腌制鸡肉的时候，千万不要直接给盐，那样会影响鸡肉的口感。等充分抓匀后，我们再加入2勺生粉，然后再次用手抓拌均匀。这一次我们要让每块鸡肉都包裹上一层薄薄的淀粉，相当于给鸡肉穿上了一层外衣，这样可以让鸡肉更嫩滑。最后我们淋入一点食用油，再一次抓拌均匀。这样操作可以有效的防止鸡块粘连，同时可以防止鸡块出水。腌制的过程中，我们总共抓匀了3次，每一步都必不可少。接下来我们静置20分钟，让鸡肉能够有充分的腌制时间。等待的同时，我们准备一下烧鸡的配料。首先我们准备2个去皮的土豆，先把土豆切成条，再改刀切成小块，全部切好后放入一个大碗中备用。接下来我们准备一点比较宽的红薯粉条，也叫红薯宽粉、苕皮等，把它们改刀切成小段后放入一个碗中，然后加入适量的冷水浸泡一下。如果您喜欢吃长一点的粉条，就不用改刀，直接浸泡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准备一点青红椒，去掉籽后把它们改刀切成块。今天我们所用的食材都不会影响到鸡肉本身的鲜味，还能吸收鸡肉多余的油脂，让鸡肉吃起来一点都不腻。准备1块去皮的生姜，改刀切成大一点的片。准备几个去皮大蒜，改刀切成蒜片，全部切好后放入一个碗中备用。最后根据您个人口味，选择性加入一些干辣椒，就准备齐备了。接下来准备一口干净的锅，锅热后加入适量的植物油，油热后我们下入全部的鸡块，开大火把鸡块炒变色，并炒出香味。炒到鸡肉的颜色变成金黄色，能够闻到浓郁的鸡香味的时候，我们下入一部分鸡油，继续翻炒。等炒出油脂后，我们再把干辣椒、大蒜片和姜片也倒入里面，继续开大火爆香。大家一定要多炒一会儿，经过炒制的鸡肉才会更香更入味。大约再炒2分钟，我们沿着锅边加入1勺料酒，会激发出迷人的香味，并带走最后一丝的腥味。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加开水了。大家切记，一定是要加开水，千万不要加冷水。加冷水会因为热胀冷缩的原因让鸡肉肉质发柴，很多人不注意这一步，难怪做出的鸡肉不好吃。加入的开水一定要完全没过鸡肉，还要略高一点，因为等一会儿我们还要加入土豆和其他配料。水开后我们开始调味，根据个人口味加入一点食盐，加入一些生抽，最后加入一点老抽
增加点颜色就可以了。然后盖上盖子，改成最小火，焖煮40分钟。40分钟后，我们打开盖子，哇，真的是好香！土鸡的味道就是不一样啊，鸡味浓郁，肉香四溢。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下入全部的土豆了，然后把鸡肝和鸡蛋也倒进去，继续焖煮15分钟。15分钟后，我们再次打开盖子，下入切好的红薯粉条。这些食物烧成熟所需的时间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分批放入。如果你喜欢鸡肉的颜色深一点，这个时候还可以补一点老抽上色。我家自己吃老抽通常放的比较少。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开大火收汁了。收汁的时候要注意翻动锅，避免糊底，特别是加入了土豆和苕粉之后，自带勾芡的效果。等汤汁收的差不多的时候，我们下入全部的青红椒块，最后再撒入一点小葱段和胡椒粉，把青红椒煮至断生，即可起锅装盘。天冷了，我用一个大砂锅做容器，不仅仅保温效果更好，还可以加上一个酒精炉，一边加热一边大快朵颐，一道美味好吃的炒鸡肉就完成了，是不是特别简单呢？这道菜原汁原味，一点多余的调味品和香辛料都没有，真的是非常的香。鸡肉的颜色相当的诱人漂亮，吃上一口也是极其的软烂入味。土豆和粉条吸饱了鸡肉的汤汁和油脂，吃起来那口感真是太棒了。这样做出的土鸡色香味俱全，不是速成鸡可以比拟的，真的是太好吃了。一点汤汁泡饭都可以吃一大碗米饭，您还不赶紧去试一试吧？如果您也喜欢我的视频，请您关注、点赞、收藏、转发给更多的人。